乌俄最新战报，乌军在顿涅茨克击退了俄军开战以来最大规模进攻。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打击哈尔科夫外国雇佣军临时驻扎地和装甲车维修工厂。俄军连续2天袭击乌克兰多瑙河港口。北约 F-16、F-18 战机紧急升空监视俄军动向。米28意外坠毁，后勤问题严重的俄罗斯还能撑多久？乌国民警卫队司令预测，俄军很快将被迫由攻转守。乌俄详细战报即将开始。7月24到25日，俄军在顿涅茨克市西南部加强了营级机械化突击。在库拉西夫方向，俄军对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帕拉斯科维卡附近的乌军阵地发动了15次攻击，但均被乌军击退。据参与战斗的乌军第79独立空降突击旅介绍，俄军同时向该旅驻守的新海利夫卡阵地空投了11辆坦克、45辆搭载登陆部队的装甲战车、1辆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以及安排了12辆摩托车敢死队和200名突击兵前来破坏乌军防线。在凌晨时分，俄军纵队从多个方向同时发动突击，但被乌军的空中侦察手段在距离乌军阵地很远时发现。于是乌军先使用无人机阻止第一批俄军坦克和装甲战车，之后使用重炮、反坦克导弹、地雷等进行阻击。最终的战斗结果是，乌军摧毁了俄军6辆坦克和7辆装甲战车，以及全部的12辆摩托车。人员方面，40名俄军被击杀，37人受伤，其余俄军士兵在乌军击毁第一批坦克和装甲车后，跟随其他俄军车辆纷纷逃离战场。可以说，乌军第79旅击退整个战争期间俄军最大的进攻之一。俄军不计代价的攻击足以说明，俄罗斯正试图在11月美国大选前尽可能抢占更多领土，为可能到来的谈判获取筹码。但前线俄军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到了25日晚上，俄军255团对乌军在马林卡胜利村的阵地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炮击，进行报复。双方战斗正持续进行。7月25日至26日，在阿瓦迪夫卡西北方向的奥切列基涅以西，由于乌军的主动撤退，俄军第15摩托化步兵旅得以扩大了普里赫里斯村周围的缓冲区。同时，俄军还向新舍利夫卡佩尔沙南部和东部进行了推进。据俄方消息称，俄军已经控制了该村70%的区域，目前乌军已退至该村西部坚守。从乌克兰 TJ 频道发布的沃夫切普罗赫里斯方向的态势地图来看，俄军明显是沿着 T0511公路一路向西推进周围村镇，目前正企图在洛祖瓦茨克方向来一个战线拉平的动作。好消息是，洛祖瓦茨克方向的俄军包围圈口子并没有缩小。再结合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在谈及战况时说的，乌克兰不会像普京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去发动进攻，也不会让乌军为了保卫一些废墟把命送掉。以此来看，乌军可能会主动放弃祖洛瓦茨克，其驻守的乌军第31机械化旅第1营和第3营的士兵也可以从缺口随时进行撤离。目前，俄军已经正式进入红军村20公里范围内。7月26日，乌克兰军事记者尤里·布图索夫对乌军在红军村方向的形势发出危机警告。据他指出，乌军虽然在过去7天里向前只推进了6公里，但俄军采用的战术是将攻击重点放在了俄军防御最薄弱的旅级单位上，而且俄军还为这个方向进攻的俄军配备了对付乌军无人机电子战系统，极大限制了乌军无人机战术的发挥。布图索夫对这里战局感到担忧。在恰索夫亚尔，7月25日，俄军出动 MT-LB 装甲车开向乌军阵地，结果受到了乌军无人机的热烈欢迎。俄军在战场上能够移动的所有物体，包括装甲车和里面的所有人员，已全部报销。目前，俄军第98空降师第4摩托化步兵旅以及志愿旅正继续在恰索夫亚尔附近活动。在托列茨克，俄军正沿着扎里兹内北部的斯拉夫纳街和扎里兹市中心的扎波罗热街进行推进。仅在今天，俄军就不计代价发起了至少8次进攻，目前已经被乌军击退。据俄国防部7月25日报道称，俄军向哈尔科夫发射了数量不明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打击了当地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驻扎地，消灭多达100名军人，其中包括40名外国教官。同时，俄军还对乌军在哈尔科夫的装甲车工厂进行了打击，摧毁了2座装甲车修理车间。据传出的视频显示，当时受袭的院子里停放着超过30辆等待维修的乌军坦克、装甲车和自行榴弹炮。此外，还有报道显示，俄空天军发射导弹和炸弹，还分别炸毁了乌军弹药库和武器库，并引发2次爆炸。
不过目前该消息火力军尚未找到切实的消息来源，后续将持续关注。在前线战场，俄军正在赫里伯克以北方向活动，乌军阵地距离这里仅不到500米，目前双方仍在这里博弈，均在使用无人机加炮兵的组合，对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在沃夫昌斯克，乌俄双方的巷战持续且激烈，双方处于你争我夺、寸土不让的境地。不过有地形优势的乌军能更好地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至于塔斯里奇亚，俄军在其西北方向摧毁了这里的大坝，以阻止乌军越过水库。目前双方正在森林地带展开交火。往南的辛基夫卡，俄军出头摩托车敢死队，试图突破乌军布置的雷区，在中立区的阵地上站稳脚跟，但这一尝试并未成功。乌军深知辛基夫卡对库皮扬斯克的重要性，在这里部署了大量防御工事，已经成为俄军突击行动中的硬骨头，挫败了俄军的快速突击企图。火力军预测，未来双方在这一地区的较量将更加激烈，战术博弈也将更加复杂多变。25日凌晨，乌军无人机、无人艇袭击了克里米亚和俄本土多个地区，如在别尔格罗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军位于该州的临时集结地沃茨涅谢尼夫卡村和穆罗姆村。该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在库尔斯克，乌军无人机的袭击目标是当地的基础能源设施，目前已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多条街道上均发现了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最后，在克里米亚，据 X 平台军事博士称，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再次海空联合出击，成功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新杰波沃部署的 S-300 防空系统。该系统的 9C19 型雷达和3个9A84型发射装置被摧毁。同一时间，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了一系列无人机导弹袭击。据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中将的报告显示，俄军25日从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普里莫尔斯科、阿赫塔尔斯克向乌克兰发射了38架见证者136、131无人机，其中25架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在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基辅、苏梅、日托米尔以及切尔卡瑟地区击落。在此次袭击中，俄军主力放在了对敖德萨港口及其基础设施的打击上。据悉，有11架俄军无人机来袭，这已经是自高加索港口、俄伦杜遇袭后，乌克兰的多瑙河港口连续2天遭受打击。之所以如此，其一，据英国情报部门分析认为，俄军主要是为了今后能源运送的安全。在斯拉维亚宁号遇袭后，俄军唯一向黑海客户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路断了，今后俄罗斯将被迫通过刻赤大桥进行燃油列车的运输。这不仅会导致成本增加，也降低了俄罗斯通过刻赤海峡运输燃料、弹药和设备的安全性，极易受到乌军导弹、火箭炮的打击。其二，俄罗斯已于去年退出了由联合国与土耳其斡旋达成的允许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粮食的协议。俄罗斯明显已将袭击目标转向伊斯梅尔和乌克兰的另一个多瑙河港口雷尼，从而阻止乌克兰通过罗马尼亚和黑海港口康斯坦察出口粮食，打击其经济，降低乌克兰对战争的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此次打击过程中，有3架俄军无人机在穿越罗马尼亚边境后就地失踪。事后，据罗马尼亚国防部证实称，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边境的普拉乌鲁村附近发现了俄军无人机残骸。受此影响，罗马尼亚已紧急出动 F-16 战机，时刻监视该地局势变化。北约盟国芬兰也派遣2架 F-18 战机前来助阵。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卢米尼塔·奥多贝斯库称，虽然俄罗斯并未表露出对北约领土存在故意袭击行为，但俄军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的事件对该国居民造成了极大威胁，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此外，该发言人还说，北约最近几天将通过空中巡逻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该地区的监视。7月25日，俄军新反无人机部队的一架米格28攻击直升机从布良斯克州的战斗任务中返回时，在俄罗斯卡卢加州坠毁，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据俄方消息称是发动机故障导致，这再次验证了俄罗斯受制裁后正面临重要零部件短缺、维修不善的困境，事故可能继续频发。那俄军还能撑多久？国际战略研究所曾于2024年2月13日发布了2024年军事平衡报告，公布了其对俄罗斯装备损失的评估。据其估计，仅去年1年，俄军就损失了3000多辆装甲战车，而自2022年2月以来，俄军则损失了近8800辆。按照这个装备损耗率，该研究所预测认为，俄军能继续坚持2到3年的进攻行动。但战场变化太快，这个数据可能已经落后。今年以来，俄军损失的重装备数量持续走高，且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据乌军称，自开战以来，已经有超过16000辆俄装甲战车被摧毁，其中步兵战车的月损耗率接近400辆，是2022年和2023年的5倍。
按照目前的速度，俄罗斯可能仅有6个月的战车储备了。而从俄罗斯军工业早早进入战时状态，俄罗斯政府准备3年内转入战时经济来看，如今的俄罗斯似乎也没有足够多的储备装备，更何况受制裁后，俄军工生产能力有限。俄罗斯高层吹嘘的新坦克、战车大都是起风翻新后的冷战装备，虽然数量有一定的优势，但性能落后，极易被摧毁。若是俄库存耗尽，俄罗斯军工业还能满足俄军在战场上的高消耗吗？对此，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司令亚历山大·皮夫年科7月25日接受乌克兰新闻报采访时表示，俄军很快将被迫转入守势。他认为俄军的进攻不是无限的，大概再过1个半月，俄军就无法同时进行多方向的主动攻击，会被迫转入守势。此外，他还表示，乌军需要在这段时间内组建好我们的部队和武器弹药，以便在未来进行全方位反击。据俄新社7月23日报道，美国于7月22日更新了北极战略。首先，鉴于俄海军舰艇频繁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进行演习，美国为了应对这种潜在危机，也打算进行定期演习。其次，美国计划通过改进新雷达、新卫星和通信网络等方式，来提高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数据传输和覆盖能力。最后，美国决定扩大北约在北极的军事部署。目前，美空军在北极部署有 F-16、F-35、KC-135 加油机以及 HH-60 直升机。美国计划到2030年与盟国一起投入250多架能够在北极地区执行行动的现代化多用途战机。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北极地区是战略竞争的场所，因此有必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据美国国防博客7月23日报道， MBDA 在2024年范保罗国际航展上首次公开展示了最新型的 Wishraid。 据报道显示，这款 Wishraid 是一款高超音速自导式拦截导弹，它配备了先进的图像处理寻标器，能够有效对付各种空中威胁，包括战机、直升机以及小型无人机。在设计层面， MBDA 赋予了 Wishraid 超高的便携性，能够无缝集成到自动炮塔车上，同时也可装备于两栖部队以及用于伞兵作战。此外，该 Wishraid 还将纳入到天卫系统中。该系统是一个模块化、可扩展的防御系统，旨在对付无人空中系统，提供灵活且有效的防御能力。MBDA 指出， Wishraid 完全符合北约标准，能够确保在各种环境中的有效性和互操作性。同时还表示，目前这一款先进的防御系统专为意大利陆军研发，后续将陆续推向国际市场。据军文网站报道，美国陆军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在坚定猎人242演习中首次亮相。据悉，这次演习在内华达州的海军航空战的发展中心举行，且该演习是美军唯一专注于战斗管理、指挥和控制清监侦任务的训练。在演习中，美陆军展示了最新的超高音速武器暗鹰。整个暗鹰系统由装载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弹头的地面发射导弹和配套的运输车辆以及支援射控装置组成。其中导弹部分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开发，采用了海军研发的 34.5 英寸两节固体火箭推进器。这种助推器能把导弹加速到高超音速，当导弹锁定目标之后，其顶端的 CHGB 开始与助推器分离，并迅速下降高度。随后在防空和导弹防御传感器的掩护下， CHGB 仍然可以保持高超音速滑向目标，且可以根据需要改变航向，以避免被探测。此外，据美陆军提供的资料显示，暗鹰导弹的最大射程为2775公里，飞行时速可达 5.12 马赫。至于配套运输车辆以及支援射控装置，则由发射连组成，包括一辆作战指挥车和4辆机动发射车。目前，第一支暗鹰联队已经组建完成，配属美陆军第1多领域特遣部队。第5炮兵营中的波尔连，该部队自2019年起就开始参与各种高超音速武器的原型研发，并经过多次装备训练，拥有着丰富的经验。
今年初，该联队成功将远程高超音速武器部署到了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进行了至今最长距离的移动，展示了快速部署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美军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项目不仅有陆军的暗鹰，还包括海军的 CPS 和 Hello， 空军的 AGM-183A 以及吸气式导弹 HAWC。其中暗鹰已经完成首射，且按照美军计划将会在2025年正式服役。至于海军的 CPS 以及空军的 AGM-183A 也已经接近服役状态。据自由时报7月23日报道，在此次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国联合澳大利亚、荷兰、马来西亚以及韩国正式击沉了拥有4万吨排水量的塔拉瓦号。其中，美海军 FA-18F 战机发射了 AGM-158C 导弹，这款导弹在2024年4月才完成第12次机载整合测试，在此次击沉演习中担任主要火力。澳大利亚海军派出了霍巴特级驱逐舰悉尼号，发射了海军打击参考。荷兰皇家海军派出特罗普号，发射了 RGM-84 鱼叉导弹。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击沉行动之前，参演国还进行了一次暖身运动，已于7月11日击沉了一艘排水量近18000吨的奥斯汀级两栖登陆舰迪比克号。此外，美军还表示，曾用 B-2 战略轰炸机投放了一枚 GBU-31 联合直攻弹药，且顺利命中靶舰，刷新了美空军快速击沉计划的记录。不过，美空军并未说明该靶舰的具体名称。据星条旗报报道，斯洛伐克于7月22日在当地空军基地接装了首批2架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研制的 F-16 Block 70。据悉，此次的交机合约早在2018年完成签署。按照合约内容，斯洛伐克将采购14架 F-16 Block 70战机，以逐步取代并淘汰老旧的俄罗斯制米格29战机。但因新冠疫情及关键芯片短缺等因素，交机时间被迫推迟近2年时间。此前，斯洛伐克因防空力量不足，其领空暂时由盟国波兰和捷克进行协助捍卫。此次接装 F-16 Block 70将有望弥补这方面的缺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表示， F-16 Block 70是当前全球最新、性能最优异的 F-16 版本，能够让其麾下的空军战力遥遥领先于区域对手。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未来俄军是否会转入守势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